根是。如果没有这个电子烟，我一天可以抽1包半。对，抽烟的人一般是。要有这个就一天1包不到吧，没有就1包半了。根烟挺重的。头上我我知道，对，我那你这还是在用一些技巧啊？对，就是这个，哪怕你加一点这种具象的东西，都比这个。那如果说你们仨有一个人演，除非是纯粹是你这戏就是独白戏，就是我看过一个什么，他就是上半场20分钟男的吐槽女的，下半场20分钟女的吐槽男，就是你要么就把这个做到极致。我知道，否则。这种就是我想我就代入不进去，作为一个观众，就是一个男的在那儿说一堆这个巴拉巴拉。那如果说你看的是你想象中的他是怎么做的，但是最后一幕那个就是那主持人那个，我觉得我哪怕是一抖音的我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你就告诉我说现在人口红利、人口危机，我们要颁布一条法律，这个这像个一小品嘛，这就像一个戏剧。对，那如果说开头这段你想象的是他是怎么做的，他怎么演，你可以演一下试试。不是。我演不出来，就是你随便，我没有我有一个想法，一开始的那个状态，是就没有什么台词，可能一上来就是男主抓着女主，然后就要把她往小黑屋里拖，就是说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突然间的一个事情。然后从这个事情开始，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女的往屋里拖，不管我要干什么，一边拖一边扒她衣服，但我什么都不说。然后再往就这是开始的时候，然后再往下开始演其他的几幕都能，就可能把她拖走了，就直接拖走，从台的这边拖到台的那边去，对，然后之后就开始。就是那个，比如说相亲的事情。你还在考虑观众的体验吗？就是。我没有考虑观众的体验呀。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是说您这个就是需要给观众需要告诉观众我们开始了。不一定啊，不一定非要告诉观众我们开始了。这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对啊，这就是一个事儿。甚至大幕还没有拉开呢，我直接把他拖走了。甚至从观众席上，我直接拖了一个人出去了。就这意思，这就已经事件化，而且很暴力的。就你看过这个很好。你看过方形吗？没有。就是那个这里边，我可以大概给你们说一下那个电影里面有一段我觉得特别牛逼的地方，但是我是一开始看不懂的，是那个里边有个男主，他一上来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他要做一个表演，这个表演是在一堆人的一个餐厅里面。然后呢，一开始这个艺术家说，这个艺术家就是挺有名的，然后他一直在模仿星星，然后所有人都是以当代艺术的眼光来看。然后呢，当他们就是聚餐的时候，突然那个男主突然出来了，真的是就完全就是跟星星一样，就这样就开始。然后呢，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哎，这就是行为艺术嘛，行为艺术嘛。这个时候他突然开始跳到桌子上，然后呢。跳到桌子上之后呢，就是他还是非常正常的，比如说我过来这样碰你一下，我知道，这样碰你一下，我知道。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还是觉得，哎，这就是行为艺术。对，然后就上了，然后直接就他这样碰完之后，啪就把那个女的摁在地上。对，是，就是这东西。对，就这个，就是我可能想的一开始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对。这个对，这是真的进来了。这说你通过一些就这个定了啊！就是这个。我觉得一开始那个状态，它不会像是说就是独白，就这种孟京辉式的，一上来我爱上了一个女人，孟京辉这个女人叫明明，然后怎么样。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观下一定会出现很多的细节和一定是的，对，所以我明白你说的，对，要的就是这个，就突然间，比如说你就真的就从他妈一个观众席上，就可能是咱们的演员或者是怎么样，观众上把一个女的直接拖过来，就这个时候这个状态可能是非常强硬、非常暴力的，然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它带有一定的暗示，说这是一个男和女之间发生事情，他只是知道这样，这两个男的，这个男和这个女的是怎么了？这个起点就对了，他一定是这样的，
那一定是这样的。成了，镜子里出来的爱丽丝越来越多，把那个爱丽丝拽进去了，从那镜子里拽进去了。拽进去的时候，外边这个醒了，醒了之后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然后他就不在这里头了。他就不在那个形体里面。对，他也不在网络上了，故事就结束了。一戏剧吧，它将存在在现场所有人的手机里、大脑里啊。当然，你要说大脑，那是啊，它确实在了。就是手机会发短信，只重复一句话，你知道吗？就一句话，但这句话是什么还没想好，只重复一句话，一直在重复。在场的所有的，包括保安，对吧？剧场的保安、管理人员、路人，全都在说这一句话，然后结束了，这故事结束了，就这么个东西。OK，好，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了啊。OK， 讲一讲，就是讲讲你有没有被裹挟？被裹挟？对，有吧？那肯定有啊。说说。被裹挟就是旧思想嘛，旧思想裹挟一些很个性的东西。但是我被裹挟的程度吧，并不是很高，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自我的人，包括我现在没有了。前一阵儿那个美甲，包括美甲那没有了，我可以给你照片，到最后你可以剪进去，然后然后再到后面去打耳洞啊、纹身，然后纹身，看看你的纹身，看看你的纹身，我刚交钱，还没开始纹身，还没开始呢，我刚交的钱，这周，然后就是这些东西在可能上一辈或者怎么样，他们看是一些很叛逆的东西，是一些对。不在这种很正常的东西里面的这种，所以说，但是我比较跳脱，就是我会跳出这些东西，就是它基本上束缚不到我。就像我来北京，如果被裹挟得很裹的话，估计我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还行，放松一下。紧张？还行，其实倒不是很紧张。讲讲你的那个为什么来北京的事儿呗。为什么来北京？为什么来演这场戏？对，来演这场戏之前，其实已经准备了蛮长时间的，就是一直在看有没有机会能，就是加入到演戏这个里面。像我之前做广告也是，然后到演戏也是，这就是一个从就是先做梦，然后到造梦，然后再自己身处到梦境当中的一个过程吧。然后，对，我是一个特别爱做梦的人，包括，不能总用包括这个词，就是你看像广告这个东西，然后像是一些做大型的美陈、大型的活动，就是把脑子里的东西去投入到现实里，然后表演就是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自己想要如何去成为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角色，过另一段人生，过另一段生活，这些东西在现实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对，这就是我来的根本的一个原因。我追求这个来演戏已经挺长时间了，从最开始算工作嘛，最开始自己做公司的时候，就是初衷就是这个，偶尔也会跑一跑儿童剧，演个树啊，演个石头啥的，挺尬的。然后这回终于是贼住了一个机会，能参与到这个戏剧里面。你怎么看戏这件事儿啊？怎么看戏这件事儿？戏有一个老词不是人生如戏嘛？其实戏这个东西，它就是用来反映，就是很直观的去反映一些我们常见的或者我们不常见的一些事件。对，然后戏这个字倒是就是挺耐磨的一个字。人不都是在演戏吗？在生活中，或者在这个工作，然后在爱情，然后
在一切的时间，能真正做自己的时间又有多少呢？对着领导演戏，对着家里人演戏，然后对着各种的去演戏，还是戏这个东西就是挺身边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看漩涡这场戏呢？怎么看漩涡这场戏？漩涡这场戏来说，我也就是要带剧透吗？不能剧透吗？可以随便说。哦，那就是漩涡这场戏，这个男主人公和多个其他角色之间产生的这种，包括和他自己内心的一些纠缠的东西，还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说呢？漩涡这场戏更多的是把，就是他设定的那个背景，然后我得整理一下这个，就是怎么说来着？组织一下语言。它整体的一个背景就是搭建在一个人是可以在，就是如果人没有伴侣，他就会被重生，然后会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那么这个时候人的一个最原始的状态就会被激发出来。有的人对他来说是渴望，然后就是不愿意被宠爱，他会想尽办法。然后也有的人是还是依然的一个高姿态来说，对，就像那个 Kara， 就是即使是这样，即使可能生命终结重开，他也不会去屈尊，去融入到低阶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层面里面。就是漩涡这场戏总体来说还是很真实的，然后就是可以说细思极恐嘛，就是仔细想想，它可能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然后被夸张的手法去表现出来了。它也是像我们一开始问那个问题的那个裹挟，然后对，就是一群被裹挟在体制里的人，然后去面对这些事情上不同态度的一个体现吧。你怎么看？就是北风剧社？怎么看北风剧社？挺疯的。北风剧社这里面，虽然说接触时间不长啊，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认了一遍了。然后像是我们的编剧，我们的这个负责就我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负责，但是却又都在负责所有的事情，大家都各行各业的，挺牛的。一开始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阵容，真的是什么人都有，什么人也都没有。就是像是那个什么，像是那个之前网上很火的那个猛子，就是人人都笑猛子，人人都是猛子，就是大家都是，就还用这场戏来说，就大家都是漩涡中的一份子，然后同时我们也是跳脱出漩涡的一部分人。北风剧社来说啊，不同于其他的一些剧社，因为我也跑过一些其他的，有做喜剧的，有做脱口秀的，像那个脱口秀是什么来？草台，那是东北的一个，然后就是风格不一样吧，但是就是通过了解北风剧社是可以说是做的很真实的一些东西，他会把一些社会现象，包括之前的冰山，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他们把这个一些大家平时不会关注到、不会看到、不会思考的东西扔到台面上来讲，是一个觉得北风剧社这个，我总在重复北风剧社，可能也是有点紧张，还是挺，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中肯的评价，但是来说，是我就是在我追求这个演戏的这个路程上，是一个可以说绝佳的一个选择。
对未来也是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对哪方面的未来呢？对生命本身，对生命本身，人生，对人生的未来有期待是什么？人生未来的期待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期待，基本上就是你看我们想啊，就按那个什么那个金字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什么马斯洛呀还是什么？就是那个需求来说，对人生的期待，首先第一个就是活着，但这个很好满足，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其实我已经记不住了，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对未来的期待就是首先能活下去，然后去追求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像是做美甲这种，就像是去跳伞，做一些自己喜欢，即使大众就是无法理解，或者说就思想无法理解，就是更个性的一些事情，只要喜欢就会去做这种东西啊。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就是我对这项东西，就比如说我对北风剧社、对戏剧本身是一种热爱，但是我对它热爱的同时，可能就是我不会抛弃它，但是我也会去追求更多，这就是对未来，在活下去的基础上，去追求更多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对着镜头，他们特别想说的话，不会只把特别想说的话到最后剪出来剪一个特辑吧？大家特别想说的话，对镜头特别想说的话，我操，这能播吗？你说吧。共产主义就是狗屎，这就是对着镜头最想说的。倒不是，我也不崇洋媚外，但是它的确就是狗屎，就是很烂。我打小就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它也不能放在台面上说，只要说了就要被封杀了。我估计这段也播不出来，要不换一个吧。哎，讲讲为什么是狗屎？为什么是狗屎？因为这个东西吧，首先从最早的时候几年计划，我们首要目标不就是奔小康吗？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康是一个虚假的小康，就是它整体的一个中心的目标都是很虚假的。其实和资本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就是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它其实还是在维护那些，就我们不以高低来评判人啊，但是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它是在维护那些位高权重的，或者是那些官僚啊、财阀呀，还是去保证他们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词怎么用呢？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觉得镜头前的人可能，如果这段能被剪出来，他们应该能理解。就是其实真正的底层，它永远还是底层。包括前几年那个什么李克强吧，好像是，不是说了吗？总是说小康已经达到了，好像小康已经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好多年了，我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小康太虚假了，因为我们公布的数据嘛，小康好像是几万吧，还是大几千呢，都忘了。然后，但是实际上靠1000多或者是几百块钱吃低保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人还是很多的，就是有的人甚至连低保都吃不上，并不是他们没有资格，而是就像我们有一个，我就不说人名了，有一个同学吧，他们家超有钱吧，可以这么说，富二代，然后开着保时捷去领低保，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怪的吧，倒不是不能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说就是低保是有钱人领的嘛，对，现在的社会还是一个有钱人会更有钱，贫穷的人是更贫穷的一个这种，而且我们实际上是这个自由也是虚假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观点自由，然后各种各样的自由都没有。这个从外国的体制来说，国外的那种他有点就是他那种尊重人权倒是挺吸引人的，但是他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就大家都有不好的地方，只不过就是相对的哪个会更怎么样。我可能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吧，就是所以说我觉得他是狗屎，就是太假了，太虚假了。好，
好，谢谢。好，聊什么？想啥说啥。随意，都特别随意的。哦对对对。好，那我们开始了啊。那讲讲就是目前到现在你对漩涡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首先就是我还是很开心，然后能参与到《漩涡》这部戏剧的创排中来。我感觉它不同于就是大家传统概念里面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舞台戏剧。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和想表达的是一些这个时代里面一些裹挟的和反抗的声音。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酷的。然后也希望能通过这个戏剧形式的表演，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吧。其实我理解这个，因为我们这些创作就像这个空间，咱们今天在排练的这部分，其实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局限的一个话剧的形式了，或者说戏剧的形式，它更像是和观众之间的一场联觉艺术。我是这么感受啊，希望观众也是到时候有这种感受，就从多方面的维度，然后能够互相的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东西，然后能带给他们之后的一些思考吧。你是怎么看？这部戏里头它的，你怎么看具体的关于就是说，这个戏这目前的一个状态？你说现在这个本吗？现在这个本，因为接下来还是要，有一些部分还是要在创作的空间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像咱们当初在讨论的这个点还是挺好的，就是以一种就是一个真实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不是特别的悦耳啊、动听啊、好看呀，但是它就是真实的东西，有点像一种真实的环境的折射。然后我们就把这出戏就给它放在那儿，它就始终就在那儿。然后呢，也并不是说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出发点给这观众一个说教啊或者什么样的形式，就是一个就像镜子一样吧。我理解它这出戏剧更像一个镜子。那你是怎么看？就是说，目前来说，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剧组里头的一个状态？我自己的状态啊，其实我更多是一种观察，还有就是工作的状态。能讲讲这两种状态吗？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 P4 这边嘛，所以就是对一些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怎么运作呀、运行啊，然后这种模式还是很好奇的。来这边，以工作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我更想，如果要是出于一个戏剧人的角度，是不是能就是从一些创排啊、一些想法、一些碰撞啊，能把这个作品真的是能把自己的一部分思考带进来，然后也能呈现出来啊，这个是我考虑比较多的地方，所以就是这两种状态吧，更多一些。那就是说，你怎么看北风剧社呢？北风剧社呀，北风剧社，这就过吧。我刚才吐槽不是吐槽，是那个，因为一开始我进这个，来咱们这儿哈，也是很多共同好友啊，一些互相的一些怎么说呢？推送吧，然后知道的这边，然后其实，在年轻人里面，P4 这个品牌也很有名哈。然后你们这个，但是北风剧场呢，其实我开始这个联系上的时候呢，不管是文案呀，还是互相的聊天中间，好像跟 P4 也没有什么挂钩的地方，让我觉得就是很模糊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是你们故意做成很模糊的概念，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你们是想做两个品牌，还是说一个想做成社群，一个想做成品牌。因为这个确实，所以我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资格去评价这个，去说这个。你现在是这个北风
这个剧社的社员啊。我是社员啊，好。那没什么觉得就是就是觉得戏剧跟传统的这种戏剧之间的要去区分吗？或还是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些东西？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要说把戏剧分几类的话，我觉得这种形式它也是在戏剧其中的一个分支嘛。但是呢，只不过是就是比如我个人也好，或者说现在这个时代产生的一些思维也好，我还是比较关注一些比较叛逆的声音的。因为如果要是没有这部分东西，它也不可能来这儿，对吧？也不可能成为什么北风剧社的一员。然后，所以呢，就是这部分是我很感兴趣想做的啊。然后，区别于其他戏剧方面，比如说其他戏剧可能更多的呈现的是承载美呀，或者说承载一些技术是吧？技术流啊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比较普及。然后这边呢做的。更怎么说呢？感觉是更小众一些，但是呢，又是比较独特的一种存在。就像我说的，就是它更倾向于联觉艺术，而不是说台上台下观众的一个跟演员跟观众的一个很有隔膜的一个形式在做。叫连接还是联觉？联觉，英文应该是联觉艺术英文有一个词叫，还忘了，还挺长的。什么 connection？ 还不是，应该叫连是连接的synesthesia。哦 synesthesia， 对，应该是这个。对，这个概念你是从哪来的？因为我们公司原来也有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在做的也，因为其实联觉在国内并不是特别普及，确实是，它在国际的艺术市场上，它属于几大艺术形式之一，但是确实是更小众一些。它一般通过比如说声音，或者是一些诗歌，或者一些视觉的东西，只要是观众能产生一些共鸣的东西，但它又不局限于就是一个主题给你看了哦，你就是这种感受，它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感觉这个跟咱们做的还是挺像的。我觉得咱们做的这个戏剧，它就是属于一种联觉艺术，它已经是了啊。那你觉得目前来说，你在排练或实践的过程中，你感受到了这种联觉吗？对对。那哪些地方呢？或者这种感觉能更具体描述出来吗？我觉得最开始的这种联觉是见到主理人，见到文豪，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联觉的感觉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第一次见面互相聊一些想法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因为是有这种认可，这个共鸣存在。才能一起做这个东西。因为像我们一开始也有些别的伙伴已经走了嘛，对吧？他没有再参加，那可能他就没有这种联觉的东西再延续了。我觉得要是一直能做到最后，他肯定是有一个共同目标，或者说一个殊途同归的东西在吧，才能支持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儿。那你觉得就是说，你对未来的一个期待是一个什么样，或者你希望你自己在哪些方面上面这种联觉做的更发散出来，跟更多人或跟我们的观众去连接到呢？首先，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走的这个剧吧，然后我也希望能在接下来带来更多的一些，就是通过肢体的表达，通过音乐，然后给到观众一些不需要台词就能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区别于话剧的实，然后也区别于舞剧的只是美和技巧。可能是通过一些肢体呀，通过一些抽象的东西来做出来。可能这样的东西大家当时不一定说每个观众都能接受，但是我希望的是
在做完以后，观众能有一个很新奇的体验也好，或者是说能产生一些共鸣，那当然是最好了。然后也希望最后《漩涡》这部剧就是像我自己所期待的一样，我希望它是能作为一个社会上反裹挟的一个声音出现的可能并不是大家能接受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们做的也不是说白了也不是票房，每一个人来的时候也不是为了票房而来，那我们做的就是想做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我表达的就是我自己，那至于大家怎么理解，那就是大家的事情然后我希望表达的就是我自己的态度。那你的态度是什么呢？我的态度就是不是想活成这个社会规训的好，我希望活成我自己认为的好，我希望做我自己理想里面的很自由自在的人生，然后来根据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去生活，但是它一定是有悖于这个社会很势利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呢，我的态度就是要勇敢。那你觉得在未来的人生中，你会变成一个勇敢的人吗？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好，好，谢谢。OK，那今天我们就谢谢。讨论到这儿。OK， 好嘞，那我们就开始了。怎么样？讲讲自己。就是凑合活着。怎么看《漩涡》这部戏？觉得就是这部戏里边的事儿吧，也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包括我。就是辗转反侧，然后又有点不知所措。但是最终还是面对接受。你觉得你被裹挟了吗？被裹挟太多了，我感觉。被生活，被自己的情绪，被钱，被感情，被一切。那你觉得活着是为什么呢？延续吧，延续力量，延续血脉，延续精神。对，你希望有个孩子吗？我希望，特别希望。这种血脉指的是什么？你讲讲吧。血脉就是家族吧，一个家族的一个延续吧。因为我十几代都是，如果我没有儿子的话，可能到我这儿就断了。火，压力很大吗？就是压力也没特别大。如果说真的没有的话，我也能接受。对，其实我也不在乎是男孩还是女孩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一种延续吧。那对待比如说爱情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也在反复的问自己，它到底是欲望，还是说是一种习惯？还是说是真的？你知道那种所有人都向往的感情，又是朋友，又是战友，又是知己，又是爱人的那么一个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因为经历的感情太多了。可能有的时候难过或者痛苦，就是对于我来说感情，可能我只是觉得我是不是在这感情里输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挺那种，就是撕心裂肺的那种难受。对，因为我也曾经崇拜过我的伴侣吧，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崇拜，对，崇拜就是我觉得亦师亦友还是怎么样，对。但是我其实每一次结束一段感情，我又去琢磨我之前为什么去结束那段感情。其实自己也想不明白。对。然后其实我能参加这个漩涡，
我觉得也是一种安排吧。你怎么考虑自由呢？自由，我觉得自由最起码就是要活得开心。啊，对，我觉得这就是自由，因为你心里是快乐的，你在任何地方都 OK， 即使我在这厕所里边。你快乐吗？现在吗？不快乐，非常不快乐。被什么被什么给牵住了？被所谓的爱。你知道前2天我还在信誓旦旦的跟别人喝酒，告诉别人我要回来。对，因为身边支持我和认可我的朋友挺多的，大家觉得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觉得我的能量不只是这样。OK，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当时就跟这个漩涡似的，当事儿真的到你身上的时候，我感觉好像又一下坠到谷底，但是就是感觉自己现在一只手还扒着那个悬崖边儿，但我要松了可能就掉下去了。但如果我爬上来，我也不知道上面的景象是什么，但如果我松手肯定是死。所以其实快乐跟不快乐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快乐。虽然说我现在说的挺好的，对，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即使就是现在给我钱，然后让我去到一个我最想去的地方，我也不能保证我可以快乐。对。这么说可以吧？当然可以。你怎么看？北风剧社？北风剧社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大家似曾相识。其实我认识很多朋友，世界各地都有，可能见一面我就可以称他为 brother 的人。大家经历的那种感觉，让我在北风剧社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也算是一种爱，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捆绑的，没有利益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气味相投的一种爱。可能我对爱的理解也不明确，对，我也在学习爱。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别人会觉得我操，你是一艺术家，你是怎么样的？那你做的事儿就是呀。但是没参加这个戏剧之前，我已经深深的陷入了自我怀疑的一个窘境。我也知道那样不好。对。你觉得戏剧该是什么东西？戏剧对于我来说，只是对于我来说嘛，就是人生吧。目前这个节点，在你人生中的属于什么时刻？我在一个全是荆棘的一坑里，但是我还有机会能爬出来。我自己知道我有机会能爬出来，除非就是说我忍不了这疼。我要能忍住，我出来了，这伤养好了，我还能继续往上走。我要是忍不住，我只能死在这坑里。你最近有这样的想法吗？我一直都有，就是这段时间。其实我之前每一次去那个就是望京那边去排练的时候，我有点逃避我自己。对，因为可能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面临的一些问题，我知道，可能有的人比我经历的还要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选择，我想从这坑里出来。对，我不想死在这儿，因为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个而死。
我说的那个死是我的内心，对，不是说我这个肉体，就是这样。有没有最想说的话？跟自己吗？还是都可以对着这个镜头？都可以。活在当下，知足常乐。这就是我最想说的。好，那我们就采访到这儿。好，疼吗？不疼，拖腿还好，拖手还好。都行。拖腿吧，要不那就拖腿吧。没拖腿没试过，你再拖一下。试一下，试一下。没感觉。但你需要演的那种，就是不挣扎。不，没有核心力量。是要往前面跑。对，你要不你转过来，你这样，你转过来，然后就哎，对。这个声音可以吧？这有点像那个动画片了，猫和老鼠啥的。animation 是吧？行，是。那我就坐地上吧，坐地上放那桌。开始了就不打断了啊。反正所有人都可以，可以提意见。开始了吗？他这段没音乐吗？音乐是3种出来的方式，大家看哪个好一点？好好吧，OK，Let's move on。你怎么滑行？你这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海报，太快了。这是一种。因为我到时候会穿一身那个就是连体，肯定是滑着走比较好。另外一种，第二个，这挺好。这个比第一个强，比第一个好。还有第三个。第3个，我想想啊。要不就第2个吧。你再来一个呗，说不定更牛逼的。没有啥建议。我觉得你可以在那儿多停留一会儿，就是像寻觅什么一样。对，就是你肯定是要在前面先在这个位置先多转一个。但是因为我这个形态，我出去，我要么是这么爬，我要么就是这么爬，这种意义，我觉得这么爬，然后现在是这样，就是能不能做到就是什么也不管，别想。对，哎，对。这就小了吧？来，好，这个感觉。好，对，什么也不要管。虽然什么也没看见。哎，我是就怎么叫来着啊？无所谓。啊！随便，最随意的叫法。还没互动呢，是吧？这已经拖走了。还没互动呢。不是，还不够互动。你要先让他不得，他心理建设吧。卸下防备，让他卸下你得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我俩一对视，我啪走了。哎，就是且展示呢，你想怎么样怎么样，多玩玩，只要别是人就行。且展示呢。
卸下防备。行吗？这样。其实挺 OK 的，但是不是因为我在前面，我怎么展示？但你拖的时候就有点像人一样拖了。爆发的那一下，那我用嘴把它脚咬住，往过叼。不是拖的时候你有可能也不是那种这样拖。对，我也发现就是有可能拖的时候也是这么拖啊，更但是不一样。好歹是个人，没事儿，你就别把它当人，你要把它当人就，你把它当个东西看。他还是太重了。你一定要把它当个东西看，不能把它当人看。我现在不你来。是吗？你爸？去吧去吧去吧。我1.75米的姐姐。然后你这么多我天，你别把它当东西，别把它当人看，当东西看，你试试。然后，哎，咱们都往这边坐，然后郭倩是咱们观众其中的一个人。郭倩是什么？郭倩是咱们观众其中的一个人。我到底是哪种方式出？你们觉得？第二个吗？海豹还是海狗还是？哪个是海豹？我觉得都无所谓，就都无所谓，就不要想，就别把自己当人看，别把自己当人看，你也别把他当人看，一个状态。别把自己当人看，也别把他当人看，都别当人看，就一点负担都没有才行。不是，咱们要构想一下观众会在什么样的位置待着，咱们先让观众都在这个位置待着。没事儿，到时候场控就看着，就是大家反正都知道这戏咋样，就是观众站到了不该站的位置，你就让他往后退。没事儿，就拨开，把观众一拨就行了，没事儿的。我要不第二种出吧？第二种出还让观众觉得稍微 fresh 一点。OK， 艺术收。艺术收。艺术收，是吧？就随意一点，贼放松，千万别有顾虑。我帮你们合了吧？不是，等我开始那音乐是什么音乐？我觉得还是得来点音乐吧。那我们如果这样，就帮你打。文豪，一开始音乐什么音乐？不放音乐就硬演。就没音乐。就没有，先演。就没音乐。先演。University of Arts.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an interview to discuss your application. 大家就是可以一个选择。来吧，来吧。开始了是吧？嗯。你还是让针线有点突出，否则脱的时候没有，我是模仿观众是。
挺有难度的。还有线。又是我呀！很挣扎。才有效的呀。挣扎，挣扎。还有讲究都能脚。别走。我的脚。肯定不会做。包括这个，这个拖拽的时候，要不要有爆发性的、快速的拖走？还行吧，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感觉对了，对这个感就不像人了，不像人了。这个感觉。对了，不像人了。对了棒！下一幕。然后阿斌得从那个门里边走出来。阿斌不让骂观众埋的。来吧。你俩就随便点评我们就行了。啊。不是。你俩合法。你俩不得请吗？压得起来，那个地方该他了。不是，没事，就算观众坐这儿，他就把他给掀走就行。这应该留一点窗户。反正我就这劲儿，倒不让睡觉。行，对，就这感觉。我也不想就一射门就是成问题。对，没错，要暴躁就暴躁。没有，他走到那儿躺下之后不会打。不是，就这个灯要打开。灯呢？灯打开。打开门那一刻就要灯打开。啊，灯打开，观众有可能坐着，哎呦，我就有，但有的观众人家就是这种赖着，你就把直接薅走。直接就躺横着那儿，我就干。对，反正观众不干就，你就让他在这。那么些人，知道哪儿吗？就坐呀。不是，还不起？你家？他妈不抬杠吗？哎，哟，还天津人。那就说那就换口音了。怎么能做那么傻呀？卖不拍什么进票。呢？拍什么呢？就拍呀。有人来看你。些人呢？些人呢？谁开大灯？笑没睡醒。这一幕到哪儿结束啊？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开始这块儿，你在你那出租屋里，你不可能起来是这样，你肯定是扣蛋、挠这儿那种。我还没起来呢，这是还还没进第一幕呢。不是你要从门口走过来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墙上摘那些东西，然后一边就开始看这些东西。就他们那些评论，那些他们的信息，假设你就是我们这些人，比如说你说一个小王，这有点重了，这个有点重，就你可以肆意评论那个他的那个留对言，他的各种的那什么玩意儿，这个爱情什么青年什么的。OK，咱这意思，昵称小王子，爱情宣言，爱情就像吃薯片儿。你会这么说吗？我不管，反正随便。随便说，越吃越得吃。就是主要是这一幕怎么结束，我在想，就这个部分怎么结束？不是，是应该你走到那儿，然后快走到床上了之前再说话，然后到床上之后你就把那个一扔，然后你就就冲出来就躺那儿睡觉。走啊！其实这个时候应该开始
然后告诉我只用开始先飞舞那个风格我说一下，他刚开始的时候，刚开门的时候第一幕开的。这个不是在第一幕内容，太这是序幕。对，就是进序幕。如果开大的